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了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这是2023年的，因为没有更新的数据了。2023年，德国所有家庭的，大家听好了，净资产中位值是10.31万欧元。如果四舍五入的话，那就是10万欧元。这不是平均值，这是中位值。也就是说，财富多于这个值的家庭，德国占一半。少如这个值的家庭呢，又占了另一半。在德国居住的中国人以及华人，你们呢可以对照一下这条线，也就是10万欧元这条线。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及华人家庭，你们的资产肯定高于，或者说大大高于这个值。什么是净资产呢？那就是你的资产扣除所有的负债之后剩余的这个值。这可以是房地产，也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银行存款，还可以是比如说股票呀，以及其他的证券等等等等。网上老是有人说，在德国，在欧洲挣欧元花欧元，德国人一辈子一个家庭净资产中位数只有10万。当然我不知道在中国那边，中国家庭的净资产中位值是10万元还是更多，我想可能不止10万吧。德国这个值10万，说老实话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10万欧元，而且是一个家庭，几乎只相当于德国一个家庭1年的收入。我觉得可能德国家庭1年的收入，这个中位值大概在7万到8万欧元左右。但是德国家庭净资产竟然只有区10万欧元，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前面提到是家庭净资产，最好奇我又查了个人净资产这个平均值以及中位值，结果照样出乎我的意料。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德国人均成人净资产的中位数为6.6万美元。那么中国的人均中位值是多少呢？是2.7万美元。德国6.6，中国2.7，德国的值是中国的2倍多。按照这个中位值，德国排名是第30位，中国的排名是第45位，两者相差15名。朋友们，如果按照平均值而不是中位数，德国排名上升到18位，而中国的排名是第44位。那么为什么德国的排名上升那么快呢？平均升高了，就表明德国的贫富差距比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得多。这一点也出乎我的意料。不过这是指净财富，或者说净资产。如果说收入的话，其实中国的贫富差距要比德国更加大。好，我们再看净资产中位数。我们看这个第4位是比利时，也令人感到意外。香港第5位，甚至意大利的排名都高于美国。也就是说，意大利净资产这个中位值要比美国人高。台湾位居第17位。我们再看德语区的奥地利和德国都低于欧盟的平均值。欧盟有27、8个国家，也就是他们净资产的平均值是这个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要低于这个，这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们看台湾高居第17位，比德国人财富更多。台湾这净资产有没有水分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去过台湾，我知道台湾的基建破破烂烂。那么我就好奇了，台湾人的净资产在哪里呢？当然我们要提到国共内战，内战的结果那就是国民党失败了，然后呢逃到台湾去了。逃亡之前，他们把全中国，当时全中国所有的金银财宝都一起呢运到台湾去了。所以今天台湾有这么高的所谓人均这个净资产，我认为呢不能忘记这一点，那就是全中国的财富都被搜刮到台湾去了。而且我认为这是个主要因素。说到德国，它的净资产这个中位值那么低，我们知道德国100-200年来属于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因为它占了工业革命的便宜或者说它搭上了工业革命的这个顺风车。当年德国还有一些殖民地，但是过了100-200年，德国人的净资产它的中位值竟然就这么点，实在令人汗颜。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看沙特阿拉伯。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沙特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但是这是很错误的。为什么说这是错误的认知呢？沙特人均 GDP 它其实并不是特别高。比如说今年
2025年预估大概是3万美元。记得3、4年前它只有2万2千美元左右，而中国是1万2，与中国呢相差不是特别远。它的人均净资产的中位值只有区2万美元，比中国还少，中国是2万7多一点，但是它的平均值竟然有9万，那么就表明沙特它的贫富差距特别的大。问题在哪里？沙特那些皇室啊，对吧？他们富得流油，如果按照这个值的话，普通老百姓他们过得非常的艰苦。当然我对沙特不了解啊，肯定有一些在沙特长期居住工作的人，你们肯定比我更了解。我刚才这样分析对不对呢？是不是普通沙特人他们的生活压力特别大呢？俄罗斯也让我感到很例外，它的净资产中位值竟然只有区8600美元左右。马来西亚也让我感到意外，它的值也很低。另外我们再往下看，那就是阿根廷和巴西了，他们俩都是资源型国家。但是我们看巴西，它的净资产中位值只有5000多美元，而它的人均有2万9千美元，比中国还高一点。那就表明巴西的贫富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而是极大。这点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对的啊！巴西的那个贫富差距真的是太大了。巴西有些富人比美国的富人可能还要富，但是贫穷的那些巴西人，甚至呢露宿街头，连一个铁皮屋都没有。阿根廷就更惨了，真正的是一个败家子啊！50、60年代，阿根廷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今天它的净财富中位值只有区4000多美元。我们看南非也没有好多少，而南非曾经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全世界当时准发达国家了。我记得30年前南非是远远超过中国的，而现在呢，我们看它混到这个程度，它的净资产中位数竟然只有5000美元，而中国是2万7千多。我们再往下看，一天到晚要与中国比的那个印度三哥，它的人均净资产只有中国的1/5，而净资产的中位数仅3700美元，中国是多少？2万7千多。也就是说，印度净资产的中位值大概相当于中国一个零头。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三个的自信从哪里来。从哪方面看，三个都是以非洲国家在同一个梯队的，根本与中国不是一个档次。但是三国就这样迷之自信，就是与中国比来比去。好，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些倒数的几个国家。比如说倒数第一名海地，它是台湾友邦之一，它的净资产中位值只有区200美元。中非共和国就是那个肆意没收中国在中非投资的那个国家，它的净资产中位值只有260美元，抢来抢去抢了中国人那么多财富，只有260美元。这些财富大部分都掌握在那个国家精英他们的手里，大部分老百姓可以说是赤贫。好，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德国净资产中位值那么低。这表明很多德国人直到见到马克思的那天，他们都是身无分文的无产阶级。德国就是马克思的故乡呢？我觉得可能这与德国人的消费观有关。虽然德国人的储蓄率在欧洲在西方国家不算低，但是据德国经济研究所以及这家著名的基金会的数据，高达70%的德国人拥有极少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净资产，甚至27%的德国人身无分文。注意啊，是1分钱的资产都没有，他们是赤贫的资产阶级，真是讽刺啊！马克思的家乡竟然有那么多的无产阶级。过去我也说了，大多数德国人都是租房族，具体的说，56%的德国人是租房族，也就是说只有44%的德国人拥有自己的房产。另外，德国人在投资理财方面也相当保守，极少有人买股票买基金，他们大多数人有一点存款的话就存在银行，存定期或者活期。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德国人他投资理财太过于保守，所以他们的净资产那么低的原因之一。当然我手里没有具体数据啊，到底有多少人投资理财了，但是据我所知，而且德国的媒体过去也报道，就是德国人投资股票证券非常的保守。据我的观察，这是可信的。
另外有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虽然德国人的收入高，但是他的物价也高呀，水涨船高，那么就表明各种固定的开支很高，除了这些固定开支之后，所剩无几，也就是说存不下钱。我们看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35岁以下的德国人，他们资产中位数仅1.7万元。我相信不少35岁以下的中国人，你们的人均净资产不仅是存款，也包括房产等等。前面我说过啊，应该不止1.7万元吧。举个小例子，如果你每月存1400块钱，那么你到年底你的存款就差不多17000了，对不对？当然，有些想抬杠的人说，现在我温饱都成问题，怎么能存下钱呢？还有的中国人可能为德国人开脱，他说你看德国是福利国家，人家福利好啊，国家兜底啊，所以人家敢花钱花光啊，不用存钱啊，人家净资产的中位值就那么低吧？那我来说说我身边的几个例子，是我真正认识的，有些还是我的朋友。我认识至少4位德国人，一个是我家的亲戚，其实他从学徒开始一直在德国有名的巴斯夫这个化学工业集团工作，他现在工作了40年了。如果他会过日子会打算的话，他现在绝对拥有2处甚至3处房产了。但现在实际情况是他1处房产都没有，60岁了仍在租房。当然他过得比较潇洒，不是开奔驰就是开宝马，而且是要开奔驰的 SUV。 这是一类德国人，他们的收入不错，但是最好到了60、70岁的时候，甚至见马克思那天，可能他们的财富呢都是为0的。还有我认识另外一个德国朋友，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他在德国一家有名的银行工作，我相信他的收入肯定不低，而且是属于德国可以说准精英阶层的收入。他每年都会去国外花几千块钱去国外做豪华旅游，肯定每年都去一次，比如说去南美啊，去非洲啊，而且都是那种花费比较多的旅游。还有去了几次美国，去了澳洲等等，反正很舍得花钱。但是直到现在他还是租房族。前2、3年他还提到他被迫搬家了。为什么被迫呢？因为房东把他辞了，房东说我要自住了，所以呢你们得搬出去，所以呢他要找另外的住处。这表明他还是租客。当然像这种话题呢比较敏感比较私人啊，我就没有问他，我也不知道他的收入是多少，虽然是我的同学也不好问。还有我另外有一个德国朋友，可以说是前朋友吧，因为他主动不与我们联系了，或者说不好意思了。其实这个人他是单身，然后呢也没有孩子，收入中等。我觉得如果他会过日子，绝对不会像现在一贫如洗，甚至是富翁，也就是说欠银行的钱。我们还结记了他几次，过去我们偶尔见面，然后呢我们也会谈到我们去哪度假了等等，而他几乎没有钱去外面度假。唯一一次出国，你们知道是去哪里吗？去马来西亚，而且是出差。也就是说他私人的从来没有出过国，应该是从来没有去度过假。因为他至少从我们认识他开始，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巴巴。所以前面我提到我们结记了他几次。后来他看到我们一套房子接着一套房子的买，他来我们家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家，我们自己的房产那么好，当然是引号的啊，我们的房产在德国的没有中国那么豪华。看到我们居住环境之后，他自己可能不好意思了，所以后来呢就主动的不回复我们的 email， 我们打电话他也不接了。没办法，人家不愿意，我们也强迫不了，对吧？这是第3个我们认识的德国人。还有第4个，一个现在已经退休的老人，60多岁，也是我们的朋友。你们知道他穷到什么地步吗？一身的病，70岁了，现在还要去兼职，因为他几百欧元退休金根本不够。一方面他可以得到政府一部分低保，但是还不够，怎么办？70岁了，老弱病残呀，还得到外面去兼职，帮人家打扫，比如说打扫房间、打扫卫生间等等。朋友们啊，70岁的德国退休老人干这种事儿，我相信极少或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理解。德国的退休老人过得那么憋屈吗？真的是这样啊，是我朋友圈的一个人，
你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日子是我们想象的德国这个富裕的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退休老人的日子吗？是不是让你们大感意外呢？这是我认识的4个德国人，他们非常有代表性。其中有2位至少他们的收入不低，有1位甚至呢收入非常高，只有1位他收入低，其中有1位他收入可能是平均值。可是这4个人可以说几乎身无分文，几乎没有净财富，是零或者负数。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德国和中国净资产中位值。我们看啊，这是维基百科的数据，德国是 6.6 万美元，中国是 2.7 万多美元，差不多 2.8 万。德国大概是中国的 2.45 倍。说到收入，说到财富，一定要考虑当地的物价。德国的物价水平绝对不止中国的 2.45 倍。当然没有具体的数据啊，我的感觉，我觉得德国的平均综合的物价应该是中国的3倍左右。那么再加上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很多人根本就不用交税，对吧？也就是说，他们真正的那个收入，他们的财富可能比这个中位值可能更高。而在德国，基本上如果你是职员的话，是很少能够偷税漏税的，也就是说你的收入是实打实的。所以我就说了，以前我也说到，就是从日常生活的消费可以观察到，德国人除了固定开支之后，他们平时的手头其实呢并不宽裕。比如说平常一个人一个家庭能去外面去餐馆吃1次饭，那就很不错了。吃2次的情况很少。出去吃饭不像中国人去点一大桌的菜，或者点几个菜。一般德国人以及西方人他消费是这样啊，一个人头点1份菜，然后呢点1份饮料，点1杯饮料。稍微奢侈一点，可能点一个餐前菜，再奢侈一点，那还饭后呢点1份甜食。平常的德国人很少打的，或者不敢打的。为什么？因为打的实在太贵了。德国打的它的价格大概相当于中国的8到10倍左右。如果说消费的话，总之比如说中国人拿人民币在中国消费，而德国拿欧元在德国消费，那德国人的消费完全不如中国人那么潇洒，而比他们所谓更穷的中国人，不管从基础设施、生活便利程度以及平常的服务，都要远远超过德国。所以朋友们弄懂了这些，你就不会奇怪为何德国人或者西方很多人从表面看，他们的收入确实比中国高，净资产如果折合成人民币也比中国高，但考虑到物价水平，德国人反而过得比中国人更加拮据啊。同样道理，我们也把美国的数据拿出来，它的净资产中位数是 11.2 万美元，是中国的4倍左右。但是考虑到美国的物价水平，以及中国人很多收入不纳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不一定比中国的普通人高，也与我们刚才分析的中国与德国一样。分析到这里，以前的视频我说过如果是横向比较，也就是与全世界所有国家比，中国的发展水平以及生活水平已经非常高了，至少超过全球70%人，属于全球 top 30%。当时有的网友说我在吹牛我在帮中共说好话等等。其实并不是，如果你也像我一样走过全世界50-60个国家，走过全世界差不多每一个大洲，可以看，可以听，可以闻，对吧？那你肯定跟我的观点差不多，因为我有横向比较，很多国家你别看比如说它的人均 GDP 是3万美元，但是它的什么基础设施破破烂烂，对吧？然后物价又比那个中国高好几倍，所以他们实际生活水平其实比中国要低，甚至低很多。有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台湾，对吧？它的人均 GDP 是3万多呢，比日本还高，是我们大陆这边的可能3倍左右，差不多3倍。可是实际上它的生活水平有大陆这边3倍那么高吗？我看不然。我觉得两岸差不多持平，或者台湾平均来说可能稍微比我们大陆这边高一些，但是绝对不像大陆这边3倍那么高，这点我敢100%的说。还有我也去过人均 GDP 比如说3万美元左右的国家，巴哈马大家听说过吧？就是在佛罗里达迈阿密的东边，那个国家人均 GDP 是3万多美元，
但是物价极高，因为是一个小岛啊。还有他们当地人的居住环境真的很不好，所以啊，我们不能光看人家收入，一定要看当地的那个物价水平。还有基建，那就不用说了啊。说到基建，我可以告诉大家，非常非常肯定，1000%，中国的基建基础设施绝对是全世界中国说第二，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敢说第一，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不信，那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出国去看看，去体验一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不管是什么基础设施啊，什么高铁啊，还有生活便利程度啊，还有安全指数啊，中国这方面绝对是吊打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大家不要忘记啊，中国是人口14亿的大国，不能跟那些人口只有几万的、几十万的比啊。因为那些几万、几十万的，稍稍努力一点，他卖点资源就可以人均什么 GDP 马上就可以上升到你中国高不可攀的程度。但是你考虑到那个国家物价水平，他们的那些什么基础设施等等等等，其实他们的生活水平真的大不如中国。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中国各方面啊，比如说它的人均收入啊，还有整体的发展水平，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甚至从收入来说，是与全世界最不发达的那些非洲国家在一条战线上的。但是30年后，中国到了什么水平？而那些国家，包括印度，还在什么水平？那是什么原因让中国这30年有那么大的发展呢？当然，与一个国家的这个政府的管理水平有非常大的关系。它的政策连不连贯，对吧？它的政局稳不稳定，有没有关系？当然有。还有与领导人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中国的中高层领导人都是些什么人？可以说都是些技术官僚。而西方所谓的民主，他们的体制都是些什么人呢？三教九流的，甚至一些白痴都可以选得上，可以当他们国家领导人。我在德国经历过30多年了，我就看到德国的政客是怎么样一把换一把的人。比如说上届德国那个360度外长，那个草包外长都可以领导一个国家，可见这样的体制有多么的烂。而中国过去30年，它的政局稳定，它的政策连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他们的素质怎么样，他们的教育水平怎么样，还有这个国家的文化怎么样。建国之后，教育水平大大提高，文盲率可以说现在几乎就没有文盲了，对吧？就是新一代的人几乎没有文盲。你说现在比如说2000年以后出生的，哪个不上学？我没有听说过不上学的。另外呢，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文化，儒家文化，重视教育，重视科技，这些年投入到科技的很多很多啊，一年一年培养了几百万理工科的人才，科技突飞猛进，军事这些呢也一个一个的爆发出来。一个是政府领导有方，另外一个人民他们有智慧，而且非常的勤劳，这些因素缺一不可。而中国恰好有这些因素，所以呢，一个14亿的中国30年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如果是考虑真正的综合实力，中国现在是超过美国的。美国呢，我认为在很多方面只是一个纸老虎。如果是考虑到现在最新的军事啊，那些国之重器啊，还有最新的什么6代机啊、7代机等等，你看美国有吗？没有啊。你有航母怎么样？它的用处可能不是特别大，因为可以打不对称的战。中国很多武器可以花很小的钱，可以把你的航母把它毁掉。所以如果说按照实际情况，中国的排名还要靠前。但是所有这些排名都是西方的那些机构啊，或者是基金会啊、协会搞出来的，他们可能得不到中国真实的数据，或者他们不屑于用中国的数据。因为如果是用了中国实际的数据，那中国的排名大大的靠前了，他们自己就没有那个优越感了。你们说是不是？所以很多情况下看这个数据，看这个排名是不靠谱的。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了，中国有很多的问题。同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俗话说人无完人，对不对？放到一个国家一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中国也一样。但是从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的德国人的净资产的数据，以及维基百科上的数据来看，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亮丽的成绩，
难道不值得骄傲吗？当然，骄傲不等于自大。正如华春莹说的，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